哪个部长演的进了马车？我去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卷书上不是说这云溪县每年都是要赈灾50万两，遍地难民的人间炼狱吗？嚷嚷个啥？路又没拦着你，你那破车自己不会走，倒来怨我？你可知车里头坐的是……管他天王老子！外地来的吧？没见过水泥货，头会挨颠不稀奇。这什么路得多少石头铺路？不硌脚？石头，这玩意儿叫水泥，浇出来的，整条连成一块，硌脚。你下来踩踩试试，比你的鞋还软和几分。石头还能拿水浇？哎呦喂，老张来了个没见识过水泥的，今年第几个了？第9个，第9个。哎呦，今年都9个了。京城都不曾有的路，在这最穷的废县里满地铺着。爷，卷宗上不是说这县穷的要饿死人了吗？穷得快要饿死人的县，铺得起一整条水泥大道。进城别抓人就打听县太爷啊！为何？打听的人忒多了，烦！你们这些外乡人一进城就拉住人问，你们县太爷是不是仙人下凡？他不是仙人，就一种地的。成了，挡道了，挪开。高顺，奴才在。朕此次来前备好了看义子儿时饿殍淫道，唯独没备好，被一条路和一个泥腿子左右开弓扇了2记耳光。进城，朕倒要瞧瞧这县城水有多深。云溪县3年义学公告，凡6岁以上童子入宿分文不取，管1顿午饭。管午饭，念书还倒贴饭食。那不然呢？娃娃饿着肚子怎么念书？你们那地方莫非让娃娃饿着上学堂？让，还得交书分。那地界的官儿真够缺德。你怎么敢这样和我家老爷说话的？高顺，我们走。是。卖盐喽，买糖喽。细、纯、咸，没有半丝苦涩沙土的杂味。细盐，宫里御膳房层层提纯，才勉强得那么英点的上等细盐。这盐怎么卖的？2文1斤，旁边红的是糖，3文。2文？京城粗盐黑黄掺着沙子，30-40文1斤。盐铁是朝廷的命脉，这么白的盐卖2文钱，你不怕官府查你贩私盐？私盐？乡下来的吧？盐就是给人吃的，本该家家户户买得起，卖贵的才该查。买是不买，别捏脏我的货。阿娘，你们县去年饿死了多少人？饿死人？我们县3年没饿死过1口人。客官，你睁眼瞧瞧，要饭的你都寻不出一个来。为何寻不出？谁家揭不开锅，上县衙登记，先借粮，开春还，不收利钱。不收利钱？放利钱逼死人的那叫阎王，不叫县太爷。户部卷宗上写的这个县是什么？地硕民贫，流民遍野，每年向朝廷请赈灾银30万两。30万两。一个造细盐、铺水泥、白给百姓吃饭、念书3年不饿死人的县，在朕的卷宗里是人间地狱。那年年赈灾的银子进了谁的口袋？这卷宗谁编的？朕被人当瞎子蒙了多少年了？客官，这些都还算不上啥。您要是去城东瞅瞅我们县太爷种的地，知道1亩打多少粮，当场吓晕过去给您看。1亩打多少？300斤，那也就是比玉田强些。300斤，客官是1200斤。放屁！亩产1000斤，绝无可能。玉田最好的年光才300斤，你骗鬼呢！哎呦，又来了一个，城里来的就是缺见识。客官，您这反应跟上个月那个自称京城来的大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大官？我们县太爷教的化肥2种水渠缺一不可，您懂化肥吗？
化肥是什么东西？不懂吧？不懂就别杵在这儿放屁，说什么绝无可能。走，老汉领您去地里开开眼，省得您回了京城，还以为天底下的地都只长300斤。客官，地里这点还不算啥，等您瞧见我们县太爷点石成金的玻璃坊，保管您当场跪下，喊仙人下凡。看傻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老李又领外乡人来开眼，可不是嘛？这位还搁那儿说亩产1000斤是放屁呢。放屁！后生，你过来。老人家，我自幼读农书，通晓农桑。玉田螺的年景300斤，已是天恩，1亩1200，除非地里头埋了仙人。神仙是没有，化肥倒是有的。化肥又是什么东西？你瞅这苗，庄稼跟人一个理，光喝水不吃饭，能长壮实吗？化肥就是庄稼的饭，县太爷带人烧出来的，1亩撒几十斤，苗就这么蹭蹭往上窜。一派胡言，粪肥朕是知道，何曾听过什么化肥？那后生你说说，玉田为啥才300斤？地力有限，遂有风恼，此乃天定。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。2种化肥，水菊3样，种子捡壮的留，年年挑。肺胃足，水旱涝保得住，3样凑齐，1亩1200，稀松平常。你们玉田伺候皇帝的地，守着要念书官，水渠不会修，就产300斤，替你们脸红。你这是在骂谁了？我就事论事，那皇帝老是吃的粮，亩产还不如我们乡下，这是我瞎编排的。土是黑的，松软湿润，跟京城那板结发硬的玉田压根不是一种东西。亩产1200斤，是真的。读了40年圣贤书，自诩通晓农桑，今天被一个种地的老农按在田埂上骂不会种，替你们脸红。后生，愣啥呢？敢问，这化肥2种水菊渠的法子，可曾上报朝廷？这等利国利民之策，朝廷若推行天下，上报朝廷？后生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不知道？3年前，朝廷把我们县一笔勾销了，卷宗上写我们恶殍遍野，不闻不问。我们县太爷递上去的折子，一封都没回过。既然朝廷当我们死了，那我们过我们的，凭啥还把命根子白白往上送？朝廷把人当死人，人却活成了神仙模样，而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折子，那一封都没回的批复，是经过预案的，还是根本没能送到预案上？老李，快领人回去！县太要查那个上个月来的京城大官，正满县拿人呢。京城大官？嘘，别问，那人不是好东西，冒充山花，想偷我们县太爷的方子，还打算把化肥铺一把火烧了，被当场逮了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牢里压着呢，等着你们那位真皇帝来认人。高顺，你可曾见到乞丐？没有，奴才走了一整天，一个要饭的都没遇见，流民乞丐病倒在街边的一个都没有。哼，没有。京城呢？天子脚下，朱雀大街上，隔几步就横着一个。老人家，看病花了多少钱？看病不要钱呀，县太爷开的医馆，诊脉抓药，穷人全免。我这把老骨头要搁在3年前，早死8回了。站住！买票，3文一位。洗澡还要钱？笑话！烧水不费柴，扫地不要人，你当这水自己会热啊？我堂我就洗个澡，洗澡就得给钱。瞧你这穷酸样，不会3文钱都掏不出来吧？掏不出来就别洗，脏成这副德行，别熏着了我这干净地儿。爷，您倒是替奴才说句话呀！给钱，洗。爷，洗完就是舒服。高顺，你看那门，奴才瞧见了，都不锁。老方，这家家不锁门，不怕遭贼吗？贼？客官，我们县3年没出过1回贼了。为何？家家有饭吃，户户有活干，谁去当贼了？敢偷东西，全县人戳脊梁骨。县太爷说了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
肚子饱了，人心就正了。客官，明儿一早您要是闲，去县衙瞧瞧热闹。什么热闹？那个偷方子烧化肥厂的京城来的大官，县太爷要当众审他。听说那人后台硬得很，张口闭口我是替宫里贵人办差的。宫里贵人？可不，咱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反正在我们云和县，甭管你是宫里的、京城的，还是天上来的，犯了法，县太爷照审不误。替宫里贵人办差，偷方子，烧化肥厂，是哪个贵人？宁王还是他那几个早就盯着龙椅的儿子？高顺，奴才在。明日去县衙，朕要亲眼看看谁在朕眼皮底下把手伸这么长。还有那位云姬县令，朕也该会会他了。顾长安，你好大胆子！本官替宫里贵人办差，你审得起吗？这方总理贵人志在必得，乖乖交出来！来人，把他偷方子烧化肥厂伤工人的供词念给乡亲们听。顾长安，你敢动我，宫里贵人绝不会放过你！你口口声声宫里贵人，是哪位贵人派你来恶嫖变眼的气喜县偷穷县令的方子？云溪穷的饿死人，方子值几个钱？犯得着你亲自跑一趟，还要烧圃伤人？要么是有人早就知道云溪县根本不穷，富得流油；要么是有人瞒着当今天子，把这县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，既要赈灾引入，又要抢我云溪的方子。你说是哪一种？好一个顾长安，3言2语就把宫里贵人和骗赈灾引2条线当众拧成了一根。别给我喷人！我要面圣！皇上知道了，头一个砍你的脑袋！面圣，行了，你既是宫里贵人办差，想必认得圣言。那本官问你，当今天子可知道云溪县3年没饿死过一个人？天子可知道每年30万两赈灾银压根没到过云溪百姓手里一文？天子可知有人借他名头把富县报成死县？我看当今天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坐在那金銮殿上，被你们这帮人捂着眼塞着耳，他以为他的天下海晏和亲，其实早就被你们啃得只剩骨头了。来人，把这宫里贵人的狗腿子先打20板收监，供词与赃证封档存证留着，等哪天真有那么一位宫里贵人亲自来了，本官当面呈给他看。爷，咱们这去哪儿？这是什么？肥皂啊，洗手、洗澡、洗衣裳，去油去污，一块顶一盆皂角。全县都用这个？全县都用。县太爷说了，病从口入，也从手入。饭前病后要洗手，洗了手才不闹肚子。我们县3年没闹过一回瘟疫，全靠它。3年没闹过瘟疫。哎，等一下，洗手、消毒、换工作服才能进去。我就看一眼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不行，县太爷立的规矩，进灶坊、进医院、进做吃食的作坊都得先洗手。你身上不知沾了多少脏东西，万一带进病菌，坏了一整锅料，谁担待得起？病菌？看不见的脏东西就藏在你这双手上，你以为干净，其实脏着呢。县太爷说了，人10之8九的病都是这双没洗的手吃进肚子里的。放肆！你可知这位是？我管他是谁，是皇帝来了也得先洗手，不洗手门都甭想进。洗。爷，他说的对。这还差不多，换上进去吧。瞧你这模样，在你们老家怕是从来没洗过手吧？是，从来没有过。瞧，京城来的体面人连手都不会洗，也就我们县太爷有耐心管你们这些大老粗讲卫生。高顺，奴才在。你说每年10笔以来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，而这里一个种地的县令用1块1皂1句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就让全县3年不生一病。这个顾长安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好了！知府大人带着兵把县衙围了，说顾县令私造军械聚众谋反，要拿他下狱。知府带兵围了县衙。顾长安，有人举报你私造军械，聚众操练，图谋不轨，随本府回府城受审。私造军械，大人，我云车县3年没向朝廷要过一兵一卒，匪过境灾过年，全靠百姓自保。我训几个民兵守自己的家，这算谋反？巧言令色，来人，拿下！知府大人，
既然您说我私造军械，那不妨让大人开开眼界，把那门看家的玩意儿推出来。装什么样子？一门破炮，开炮！大人，您带200兵来拿我，我这门炮一炮下去，还能剩下几个？你敢炮轰朝廷的兵，这就是谋反的铁证！谋反？我倒要问问大人，这3年，云溪县年年报恶殍遍野，朝廷年年拨赈灾银，这90万两银子到过云溪百姓手里吗？90万两，我们一文都没见过。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那批赈灾银的账册，您历年上报的卷宗，还有昨日我下狱那个宫里贵人的人的供词，我全都留着。大人今日带兵来，不是拿我谋反，是怕我手里的东西捅到当今天子面前，要了你们一窝人的脑袋，对不对？3年90万两，原来从府城到京城，被人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而朕被这张网蒙了整整3年。顾长安，你以为凭一门炮能跟朝廷斗？今日拿不下你，明日宫里贵人派1万兵踏平云河县。宫里那位贵人是哪位贵人？哪来的外乡人也敢插嘴？放肆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当今天子御驾在此。原来言驾，陛下今日总算是知道。顾长安见过陛下。大胆！见了圣驾，为何不跪？回公公，我大敬律，身有功名者，面君可不跪。再说，陛下今日是来认人的，不是来受跪的。都起来吧。顾长安，陪朕走走。陛下既想知道我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这一处，陛下该看看。这是琉璃，这叫玻璃。陛下请看，我云溪县家家都有，百姓照着它梳头整衣，看自己的脸，而陛下是头一次看清自己的脸吧？顾长安，你这一身的本事，制盐、制糖、玻璃、火炮，亩产1000斤，3年无疫，朕从未见过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陛下，我不是什么神圣，我只是知道一件事，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一口干净水，1斤吃得起的盐，1亩能吃饱的田，一个不被人偷的家。这些本就该是他们的，是被人一层一层夺走了。我只是把被夺走的还回去罢了。陛下，大牢里那人奴才审过了，他招了。招了什么？他说，主使他偷房子、烧访瞒报的宫里贵人是齐王殿下。齐王，陛下，此事太过重大，奴才不敢信呐。会不会是那狗东西贪污储君，想脱罪？高顺，奴才在。朕若此刻拍案而起，回京拿人，齐王党羽遍布朝野，他只需一句父皇被妖人蛊惑，朕和这满县的真相，谁会信？供词账官历年卷宗一样不许漏，由顾长安封档，暗卫押运回京。在朕拿到铁证之前，朕还是那个路过的京城商人，谁也不许声张。是，陪朕再走走，这县里的事，朕还没看够。1、2得1，3、3得9，3、5、15，4、6、24。这是什么？叔叔，这是99乘法表呀。乘法？就是算账用的。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，长大了要被人坑的。叔叔，你会99乘法表吗？不会。这么简单都不会，叔叔你好笨呀！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的人长大了找不到好活干，还会被坏人骗钱。叔叔你这么大了还不会，是不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呀？叔叔确实笨，叔叔回去一定好好学。对了，知错能改还是好叔叔。高顺，派人去府城，奴才在。要巡抚对云溪的事知道多少？巡抚衙门云溪卷宗3年从未改过，上头白纸黑字仍写的第一税民贫，恶殍载盗。那巡抚一无所知，半月前还递了折子，为云溪县再请赈灾银30万两。好一个一无所知！
知府勾结齐王中饱私囊，巡抚连驾最富的县都不知道富成什么样，还年年替人伸手要银子。朕的封疆大吏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知道这座云溪县。陛下，您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守着这一个县不愿入京了吧？京城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云溪能让百姓吃饱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百姓吃不吃得饱。百姓越穷，他们越好伸手。云溪富了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恨不得把它从地图上抹去。我把云溪治成这样，在他们眼里不是功劳，是死罪。报陛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，齐王以陛下微服多日，音讯全无，恐遭妖人挟持，已在京中行监国之事。百官已有大半向东宫称臣。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大半向东宫称臣。好，好得很。朕还没咽气，他就急着做龙椅了。陛下，咱们快回京啊！你一露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回京？朕这一路回去，齐王只需半道设伏兵，再放出风声，陛下已被妖人所害。朕死在路上是妖人干，朕活着回去是被妖人挟持的假货。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，让齐王的人来云溪。你说什么？凭一个县跟朝廷斗，跟齐王大军斗，顾大人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陛下，明日带您看看我这个县令的家底。放！装弹，再放！这火枪能连发，装弹如此之快。我改良的定装弹，一个熟练兵一息一发，300杆便是一息300发。陛下，朝廷的神机营能做到吗？昨日陛下见过那门是最小的，这一门一炮下去，半里之内寸草不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地雷，埋进土里，人马一踩，当场炸开，一片雷区能让1万骑兵变成1万具尸首。顾长安，你私藏这等军械，按律该满门抄斩。陛下要治，随时可以治。可陛下不妨先想想，3年前朝廷把云溪一笔勾销，匪患来了没人管，灾荒来了没人管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反陛下的，是用来让百姓不再任人宰割的。好，朕这趟本是来问罪地方官的，如今看来，该问罪的在京城。顾长安，朕问你一句，齐王若发兵来犯，你这云溪县守得住吗？报！东南30里发现大军，打着齐王旗号，号称5万前来迎驾。奉齐王监国令，陛下遭妖人挟持，末将奉命迎驾，剿除妖人。城上的人听着，速速打开城门，交出陛下与逆贼顾长安，可免一死。放肆！朕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何来被挟持一说？妖人惯会易容惑众，休想拿假货诓骗本将。攻城，活捉妖人，救出真正的陛下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回去。传令，炮队预备。炮队，放！火枪营，自由射击。这是什么妖法？撤！快撤！逆贼！尔等竟敢炮轰王师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放屁！我们守的是天子，你们打着齐王的旗号炮轰圣驾，你们才是诛九族的反贼！陛下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陛下！现在知道了，晚了。来人，传朕口谕，把这降将连同他亲眼所见放回京城。朕要齐王亲耳听他说，朕还活着。顾长安造这些东西，养着300兵修这座水泥城，得花多少钱？不少。那钱从何而来？朝廷3年没给过1文钱，你一个穷县令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陛下随我来。先生，陛下想知道
咱们云溪一年挣多少？哪年？去年还是前年？去年。去年啊，不多不多，刨去成本工钱给百姓的补贴，净赚420万两。420万两？怎么可能？一个县挣这么多？大郑国库一年税赋收入也就500-600万两，一个县挣的钱快赶上朝廷的国库了。客官没见过世面吧？盐、糖、玻璃、肥皂、镜子，早就卖出云溪了。周边10几个郊县全在用我们的货，便宜又好。就连京城王公贵胄家里用的玻璃镜、雪花糖，10有8九都是从云溪贩过去的。只不过经了几道手，到了京城就翻几10倍的价钱。客官，您脸色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们做盐糖生意？算了吧，我们这生意入伙起步10万两，看您这样子，虽说穿得体面，怕是拿不出这么多现银，甭勉强，做不起的。顾长安，你有富可敌国的银钱，有横扫千军的兵马，你若想反，这天下你3年前就能取了，你为何还守这个小小的县城？陛下，钱和兵于我不是用来夺天下的，是用来护着这县城的人。我要的从来不是龙椅，是这县城往后都这么太太平平。报！陛下，京城传来消息，那降将回京一说，满朝哗然。原先倒向齐王的官员，有大半连夜改了风向。巡抚、临县县令，还有牵涉赈灾银的官员，自知瞒不住了，正连夜赶来云溪，要向陛下请罪面圣。来得正好，朕正要跟他们算算这3年的总账。巡抚，臣在。朕问你，云溪县这3年是什么光景？回陛下，云溪地劣民贫，饿殍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个饿殍遍野的县，去年挣了420万两，而你年年替他向朕请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进了谁的口袋？说！臣不知情啊，臣只是按往年卷宗照例上报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照例上报，让我进去！堂主地不得擅入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巡查的巡抚。你每回来就在县城转一圈，连地里长什么都没瞧过，回去就报我们饿殍遍野。云溪根本不要你的赈灾银，那银子是朝廷的，是百姓的血汗。你年年替我们伸手要，那钱你给过我们一文吗？还给我们！把你这3年贪的一文都给我吐出来！百姓比朕的官清醒得多，朕的官只把百姓的死活变成账里面的数字，变成中饱私囊的由头。来人，巡抚渎职，纵贪，蒙蔽圣听，革职下狱，抄家追赃。知府勾结齐王，贪墨赈灾，私调兵马，围杀忠良，凌迟处死。其余各县凡瞒报贪墨者，一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顾长安，这些贪官朕一日便能清完，可这大境千千万万个州镇，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巡抚知府，朕清得完吗？陛下，贪官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套让百姓只能任人宰割的规矩。陛下要治的从来不是几个贪官，是这天下运转了千百年的旧规矩。朕该回京见见我那齐王太子了。顾长安，明日随朕回京。陛下回来了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是受奸人挑唆。奸人？你贪墨赈灾银，买通巡抚知府，瞒报卷宗，派人偷方子烧作坊，最后发5万大军来杀你的父皇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是奸人替你做的。
你知道朕最寒心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想夺朕的位子，是你明明知道云溪那套法子能让千万百姓吃饱穿暖，你非但不上报，反而要烧了他，杀了顾长安。在你眼里，白的命还不如那几十万两银子。你这样的人，就算坐上了龙椅，也只会让这天下烂得更快。来人，把太子圈进这宗人府，终生。顾长安，朕将拜你为相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朕把这大晋的国政交到你手里，你想推行的法子，无人敢拦。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谢恩，但臣不愿入京为相。为何？以你之才，区区一个小小县令，岂不可惜？陛下，在臣看来，让一个县的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着他们顿顿吃饱，夜不闭县，孩子都能读书，这比当宰父有意义的多。宰父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折上的数字，而守着云溪，看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。再说了，跟那群只会争权夺利的人同朝为官，臣怕迟早被他们气死，还不如回云溪种我的地。好一个怕被气死！顾长安，你这是嫌弃朕的朝堂容不下你？臣不敢。顾长安，朕今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朕是一个管不好这个家的家主的身份。朕的大晋，这3000万百姓里头，10个有9个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干净的盐，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。一场旱灾，饿殍千里；一场时疫，10室9空。朕坐在金銮殿上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了你的云溪，朕才知道，朕治下的百姓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，而百姓原本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。陛下，军部败臣，这折煞臣了。朕败的不是你，朕败的是那大晋3000万百姓本该有的日子。顾长安，朕不留你当宰父，朕只求你一件事，把你云溪制盐塘、种良田、造火器的法子交给天下，让朕的3000万百姓都能像云溪那样吃饱饭、喝精水，活出个人样来。朕求你。陛下，臣可以交，但臣有3个条件。你讲。第一，新政推行以民为先，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官职大小，杀无赦。第二，盐、糖、铁、官营平价授予百姓，断了豪商盘鳖的根。第三，事成之后，准臣回云溪，臣不要官，不要爵，只要守着臣的县。准，朕全都准了。盐铁官营推广化肥良种，兴修水利，广建蒙学义医。祖宗惩罚，岂能说改就改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生路，化肥良种闻所未闻，倘若误了农机，谁来担责？此乃妖言惑众，动摇国本。喂，祖承之法，岂能说改就改？一个屈贤县令也敢妄议这国政啊！诸位大人反对，臣明白。因为这些新政断的是诸位的财路，盐铁官营，诸位家里的盐庄铁矿就赚不了暴利了。平价售盐，诸位囤着的私盐就成了一堆废物了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国本，在诸位眼里，国本是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而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你们的算计里。既然诸位这么为有本事，这么忧国忧民，那臣把问题摆在这儿：大晋3000万百姓吃不起盐，诸位谁能解决？年年旱涝，饿殍千里，诸位谁能解决？一场时疫，死伤无数，诸位谁能解决？
谁能解决，谁站出来。臣即刻卷铺盖回云溪，把这新政拱手让贤。此事已定，来人，把这新政传下去。退朝，皇帝老了，被一个妖人迷了心窍，要刨我们的根。这顾长安不能留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盐铁官整，推广化肥2种。这不是那9列上马，怎么堵到衙门口来了？顾大人，新政推行，我等本不该多嘴，可这盐价2文钱1斤，实在是低得太离谱了。我等世代经营，运盐的脚力、晒盐的工钱，哪一样不要钱？2文1斤，我们喝西北风去。顾大人，行个方便，盐价提到20文，这是我等的一点心意，10万两，聊表素心，往后年年都有。20文，你可知道，这20文1斤的盐，会让多少百姓买不起一把盐得大脖子病，活活拖死？那是他们命苦。顾大人，你也是要做大事的人，水至清则无鱼，给我们留口饭吃，大家和气生财，岂不是好？你们垄断盐业多少年了？盐是地里海里白白长出来的东西，提存1斤，成本不过半文钱。你们卖30文，这1斤盐赚29文半。你们这一辈子赚的每1文黑心钱上，都沾着饿死的、病死的、买不起盐的百姓的血。顾大人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等都是奉公守法的粮商。从今日起，盐业官营，天下盐价统一2文1斤，1文不许多。你们手里囤的私盐，即日起平价收归官营。敢哄抬、敢私卖1斤的，抄家灭族！顾大人，您不能这样，这是断我们的活路啊！断你们的活路，那百姓不活了，不过是让你们少赚点黑心钱罢了。还嫌不够，本官不介意把你们透税、贩私、勾结官府的旧账翻出来，让你们连命都不用留了。西京8位老亲王联合宗室矫诏起兵，号称清君侧诛妖人，20万大军已出西境，直扑云溪。清君侧诛妖人，好一个清君侧！朕还没咽气，他们就要替朕做主了。20万大军，陛下，京城禁军不足10万，还有一半靠不住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不必动京城一兵一卒，叛军直扑云溪，是要烧了新政的根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臣请旨，回云溪。顾长安，你这妖人，蛊惑圣天，败坏祖宗成法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识相的自负出城，本王留你全尸，否则20万大军踏平云溪，鸡犬不留。老王爷，你这20万兵是替你卖命来的，他们的命值钱，你的祖宗惩罚不值。我劝你一句，退兵，我可以只治你1人之罪。放肆！一个曲山县令也敢跟本王讨价还价！弟兄们，攻城！破了云溪，城里的金银女子随你们取用。地雷，起！炮队，放！我枪营自由射击。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对抗朝廷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对抗朝廷，放你娘的狗屁！
我们只认顾县令，只认当今天子，不认你们群教召起兵想抢钱抢女人的乱臣贼子！看老子不把你连人带马炸成天上的烟花！妈妈呀！走，快点，跪下！妖术，这是妖术！我的20万大军怎么会输给一座小小的县城？老王爷，这不是妖术，你输的也不是这一仗，你输的是这个正在变天的时代。陛下，云溪大获全胜，叛军尽数而灭。传旨，西境作乱8王，连同附逆世家尽数捉拿，严惩不贷。还有，新政自今日起，谁再敢从中作梗，阻挠一日，云溪城下那20万具尸首，就是他的下场。大靖皇帝按往年旧例，今年的岁币黄金5万两，绸缎10万匹，粮草无数，3日之内备齐送到我大单于帐前，否则我匈奴铁骑20万，踏破你的边关，饮马中原。如今大郑还怕他匈奴？顾青，匈奴的旧例，你看该怎么回？陛下，口舌之争费神，不如让使者亲眼看看我大靖的新令。使者，远处那座土山可瞧见了？瞧见了又如何？放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便是我大靖的岁币。回去告诉你们大单徐，大靖的岁币从今往后改了。你们若敢来犯，我大靖的火炮就把你们的草原从头到尾炸成一片焦土。这5里外的土山，便是你们草原明日的模样。求和，我们求和，上国饶命！从今往后，匈奴年年向大靖朝贡，永世称臣，绝不敢有二心呐！顾长安，朕治了20年国，守着祖宗的惩罚，战战兢兢，却越守越穷，越守越弱。你来了不过3年，这天下就成了这副模样。朕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陛下言重了，这盛世不是臣造的，是陛下和这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。朕封你为1字并肩王，与朕平起平坐，如何？陛下，臣这辈子不想当王，只想当个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县令。云溪该插秧了，臣告退。罢了罢了。哎呀，顾传，父皇，那真的是顾先生吗？那个让匈奴跪地求饶，让万国来朝的顾先生。是他。父皇，儿臣不懂，顾先生这么大的本事，造盛世，退匈东，复天下，父皇要封他当王，他都不要，而是要在这种田呀。因为啊，他心里装的是这天下苍生。当王当宰辅，坐在金銮殿上看的是奏折，可在这田埂上，他看得见每一株稻子，每一张笑脸。这世上想当王的人千千万万，可愿意俯下身子为百姓插一株秧的人，朕只见过他一个。将来你坐上这江山，要记住父皇一句话：朕这辈子得江山，得万国，得永昌盛世，可朕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得了顾长安这一个人，得他胜过
得天下列臣。